驻韩美军，成立于1957年7月1日，至今已存在了65年。根据1953年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韩国与美国成为了军事同盟。美军也由1954年开始在韩国长期驻留。驻韩美军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同时驻韩美军与韩国军方也拥有联合指挥部门，包括韩美军事委员会、韩美联合司令部以及韩美安保协商会议3大机构。其中，韩美安保协商会议的级别最高，可以向韩美军事委员会提出战略方针。韩美军事委员会则负责向韩美联合司令部提出战略指示和作战部署。同时，韩美军事委员会也是两国协商军事问题的主要沟通部门，而韩美联合司令部则是各项命令和方针的实际执行机构。韩美联合司令部下设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以及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韩美联合司令部也是驻韩美军的实际领导部门之一。驻韩美军的指挥官通常由美国陆军4星上将担任，其同时也出任韩美联合司令部的美方指挥官。目前驻韩美军的指挥官是保罗·拉卡梅拉4星上将。拉卡梅拉于1963年出生，1985年参军，曾担任美国第75游骑兵团指挥官、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作战部主任、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副指挥官、美国陆军第18空降军指挥官等职。拉卡梅拉于2019年11月担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于2021年6月卸任。2021年7月，拉卡梅拉出任驻韩美军司令以及韩美联合司令部美方指挥官。目前驻韩美军的规模已经大为缩减，其人数估计不到驻日美军人数的一半。驻韩美军的主要构成部分包括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驻韩美军海军司令部、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以及驻韩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驻韩美军的基地众多，分布在韩国各个战略要地。目前，韩国最重要的军事部门并不是韩国的国防部，而是韩美联合司令部。虽然名义上基于美韩平等原则进行联合指挥，但是实际的主导权仍在于美国。因此，驻韩美军对韩国的军事影响依然非常大。驻韩美军拥有哪些先进装备？主要分布在韩国哪些区域？作战实力如何？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驻韩美军。无期沙漏将为您一探究竟。驻韩美军的空军部分主要由美国第7航空队组成。第7航空队隶属于美国太平洋空军，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乌山空军基地位于首尔市南方约64公里处，是驻韩美军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该基地也是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除了乌山空军基地外，驻韩美军另一重要的空军基地是位于韩国全罗北道群山市的群山空军基地。第7航空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作为部署在韩国的前线空军单元，则成立于2008年。目前，第7航空队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韩美联合司令部等共同指挥。除了执行日常任务外，第7航空队还为韩国制定全面的空战力量规划。目前，第7航空队的人数在8300人左右，拥有近120个作战单位。战斗单元包括驻扎在乌山空军基地的第51战斗机联队，以及驻扎在群山空军基地的第8战斗机联队。第7航空队指挥官通常由美国空军中将担任，同时兼任驻韩美军副司令。现任指挥官是于2020年上任的美国空军斯科特·普勒斯中将。驻扎在乌山空军基地的第51战斗机联队下设第51作战大队、第51支援大队、第51维修大队、第51医疗大队以及第51战斗机联队参谋部。第51战斗大队为核心战斗单元，主要包括第25战斗机中队、
和第36战斗机中队。第25战斗机中队配备了美国 A10雷电2型攻击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游猪。游猪的极速在每小时833公里左右，作战半径约470公里，机身拥有11个挂点，可以配备各类火箭弹、航空炸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也可以发射美国小牛和地狱火空对地导弹，以及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游猪还拥有一门美国复仇者加特林式机炮，可发射皮油弹，对装甲目标拥有较强的破坏力。尽管机型相对老旧，但是游猪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依然可以在不对称领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美国第36战斗机中队配备了美国 F-16战斗机，具体型号为1988年开始服役的P-440的 F-16CG 和 F-16DG， 增强了全天候对地攻击能力和夜间作战能力，提升了雷达和 GPS 性能，增加了新型对地攻击武器的使用。驻扎在群山空军基地的是美国第8战斗机联队，下设第8作战大队、第8维修大队、第8支援大队以及第8医疗大队。第8作战大队为核心作战单元，主要包括第35战斗机中队和第80战斗机中队，两者均配备了 F-16战斗机，具体型号与美国第51战斗机联队相同。除了以上的战斗单元外，美国在韩国还驻守了美国空军第16航空队下属第9侦察联队的第5侦察中队。第5侦察中队目前常驻韩国乌山空军基地，人数大约有200人，配备有美国 U-2 侦察机，进行日常监视和秘密侦察任务。U-2 配备了全天候侦察系统，至今已服役超过67年。比较先进的型号为 U-2S， 极速约 0.7 马赫，升限可达24000米，航程在11000公里以上，能够持续飞行12小时，至今仍是美国非常倚重的情报收集手段。美国空军在韩国的其他机构主要为辅助单元，包括行政协调部门、战略通讯部门、后勤支援部门以及空中管制部门等等。驻韩美军的陆军部分主要由美国第8集团军构成。第8集团军是美国陆军中唯一的野战军，现任指挥官是于2020年上任的美国陆军的威拉德·伯勒森中将，同时兼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参谋长。目前第8集团军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汉福来营。汉福来营是美军陆军在亚洲最大的军事设施，占地约14.32平方公里，是驻韩美军的核心基地之一。距离首尔西南方向约90公里处，第8集团军的总人数接近2万人，下设联合警备营、第2步兵师、第1通信旅、第8宪兵旅、第501情报旅、第18医疗总部、第19支援总部等等。主要的战斗单位是第2步兵师，下设第17战斗航空旅、师属炮兵旅以及师属支援司令部等等。第17战斗航空旅拥有5个营，配备有美国 UH-60 黑鹰直升机、CH-47D 之卢干直升机、AH-1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以及 OH-58C 奇奥瓦侦察直升机。第2是属炮兵旅，拥有7个野战炮兵团，配备有24门美国 M198 榴弹炮、48辆 M109A3 自行火炮、12辆 M110A2 自行火炮、18辆 M270 多管火箭炮等等。第8集团军下属的第35防空炮兵旅是美国陆军最核心的防空单元，配备了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防空导弹。第17战斗航空旅配备的 UH-60A 型是黑鹰直升机中最基础的版本，处于黑鹰的早期型号，机组成员4人，最多可搭载11名成员。CH-47D 是指卢干直升机的中期改进型，采用了数字化航电设备，最大挂载能力接近12吨，可以一次性运载一个 M198 榴弹炮班，包含1门榴弹炮、7名士兵和30发炮弹，也可以一次性运输44名
全副武装的士兵。AH-1F 眼镜蛇武装攻击直升机是眼镜蛇系列较为先进的版本，配备一门加特林式机炮，备弹750发，包含14枚火箭弹的火箭发射器，同时还拥有2个挂架，最多可以搭载8枚导弹。OH-58C 是奇奥瓦较为先进的型号，拥有更强的动力系统、更先进的座舱显示系统，机上配备了雷达探测器。如果自身被防空雷达识别，可以对驾驶员进行预警。第8集团军旗下炮兵旅装备的 M109V3 型自行火炮，属于 M109 系列的早期版本，性能稍有提升，采用了一门 M185型155毫米39倍径流弹炮，最大射速每分钟8发，持续射速每分钟3发，标准组员6人，最大射程24到30公里。M110I2 自行火炮于1978年开始服役，标准组员5人，采用了一门203毫米口径榴弹炮，射速每分钟2发，射程在24到29公里左右。M270 多管火箭炮已经于2003年停产。M270 可以携带2种发射模块，一种是包含12枚火箭弹的常规发射模块，另一种是被称为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导弹发射模块，后者可容纳2枚射程在160到300公里左右的地对地导弹。M270 的火箭弹发射速率约每分钟18发，最大射程42公里。M270 的12发火箭弹能够覆盖1平方公里的范围，效果与集束炸弹类似。第35防空炮兵旅配备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最大拦截距离在80到100公里，其雷达监视系统能够同时监视90到125个目标。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专门用于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在200公里以上。驻韩美军的海军部分主要为美国驻韩国海军司令部，管辖人数在300余人左右，其职能与驻日美军的海军部分几乎相同，负责管理驻韩美国海军的岸上设施，以及到韩美国海军舰船的行政管理。美国驻韩国海军司令的总部位于韩国釜山海军基地。美国驻韩海军的另一重要设施是位于庆尚南道昌原市镇海区的镇海海军基地，该基地与韩国海军公用，也是美国镇海舰队支援部队所在地。美国驻韩国海军司令部的指挥官通常由海军少将担任，同时还兼任韩国海军高级顾问团团长等职务。在战时，美国驻韩国海军司令将为美国太平洋第7舰队提供支持，并主导韩国海军的作战指挥权。驻韩美军的海军陆战队部分的规模较小，人数在100余人左右，指挥机构是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隶属于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汉福莱营。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通常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担任。在平时，美国驻韩海军陆战队通过演习等活动与韩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联合训练。在战时，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将成为韩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指挥中心。驻韩美军的特种作战司令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汉福莱营，下属单位主要包括美国陆军第1特种作战群下属的第39特种作战支队。第39特种作战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对韩国特种作战部队进行指导和培训。在战时，第39特种作战支队成员将担任联合作战小组的各级指挥官。目前驻韩美军的特种作战司令是于2021年上任的迈克尔·马丁空军少将。
驻韩美军同驻日美军一样，与当地民众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驻韩美军长期享有实质性的治外法权，在进驻韩国的几十年间发生的恶劣行径数不胜数。直至今日，驻韩美军在韩国依然拥有诸多特权，俨然一副宗主国的姿态。虽然韩国民众曾爆发多次大规模的反美运动，但是驻韩美军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无论韩国民众是否愿意，美国的利益都将高于韩国的得失。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